好。但你这个是有文字里有的，不用抄，这几本才是给你的。好，阿宝呢，在80年代的时候，他接上日本做纺织品的出口，然后呢去日本。所以他去林子那里是纺织品成衣出口那个时候。对，他是跟山本先生是要做一个最后的交接。那个去年的那个比较给邱老师一个很简单的。好，很简单的一点。它怎么会成为这个宝总的一个原始积累？其实源头是这样的一个上海周边的一个厂的品牌双兔牌，它的料子呢跟宝总做的这个孟特娇的料子是一样的，因为不是名牌，它拿不到出口欧美的一个配额。宝总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发现了一个生意经，就是说人们内心的那个空白的那个市场的需求的那个消费群体，然后呢他就跟无锡的那个范总就是说，你要出口拿配额，你就必须是名牌，是获过奖。那你要获奖的一个前提呢，就是你的这个产品必须在上海是有销售。那么宝总就说，那我去帮你把这个上海的各个百货公司，从南京路到淮海路，从410店到420店，我来打通。但是我的条件，我要做这个东西的总代理。然后呢，他就听人家说，华联商厦里面有一个人，他在410店改成华联商厦的股份制的这个过程中呢，提出了一句川菜华联的口号。所以呢，而且他可以有手上自主选择产品的权利。那么阿宝就以他作为一个切入口，去跟他谈怎么去分这个就是合作的模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他搞定了范总，他跟他说，你看都是丝光棉，你孟特娇多少钱一件？688，丝光棉的888，中英街买一件卡兜就是大新货，要788，而双头牌当时是卖30块钱一件。那么阿宝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发现我一直在做高端的东西，但是其实真正我要做的能够打通整个上海滩的是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一个物价的东西。那我就以这个方式去说服康总，对。那么跟他谈完整个的合作的模式之后呢，他的东西就进入了华联商厦。范总46分，宝总，宝总是28分，就是那个5块钱他分2块嘛，他分他。对，就他是以那个营业额的一个销售作为一个分账的一个比例，比如卖了100万，你是46分还是28分？这个挺好，这个让我们他跟范总之间在说什么，我们心里有底。对。他每次讲话都讲一讲，说要什么事情。对，结果果然1周之内，他的整个的华联商厦就开始从柜台被挤爆到整个楼面都会有被挤爆。那么他就知道他的这单生意是成了以后呢，他就赶紧又让外地的那个范总又发货再到上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其实3个月就创造了一个上海滩的一个销售传奇，卖掉了1000万，总共20万件的 T 恤衫。然后呢，他就开始进一步挑朋友发财，因为阿宝不是那种闷声图发财的人啊。然后呢，做广告做生意不做广告，就像在黑暗中跟女人眨眼睛一样。那么他为了让双兔牌能够去获奖呢，他就让陶陶去物色很多的素人的美女啊，拍摄大量的照片。那么陶陶就成为了街拍的鼻祖。然后他将这个，然后又跟外贸公司有挂钩，他把这些东西呢就交给外贸公司的广告部去硬做那个外贸挂历和一些。这我们开头讲的就是这一坨事情了，都已经讲范总啊什么已经开始。你也可以是不是这样？你说在范总之前，这个是他成为宝主，他传奇的一页是从这样开始。然后呢，陶陶呢也发财了，因为当年的外贸挂历，然后他当时印了100万册，然后当时的销售就挂历也可以卖的嘛，800万人民币。那么双头牌阿宝，然后阿宝挑朋友，最终双头牌获得了当年唯一一个上海销售类金奖，叫金棕榈奖。那么那颁奖的时候阿宝就不去嘛，范总这些人就过去领了这个销售类的金奖。好，那这个时候呢，汪小姐又串进来了。那么金花要退休了嘛，那退休之前把她的那个做外贸的一些手续啊流程，外贸24道手续教会她了嘛。那么她呢就正好用双兔牌的这个东西呢来练手，
帮这个品牌呢出口创汇达到40%，然后他自己也完成了业务指标，所以可能就是汪小姐在那是一个阿宝给他办的一个庆功宴。哇，这个简直串得太好了！但这个我还蛮想能够，就从前面柜台被挤爆的那个时候开始，能够就是阿宝来。对的，你看后面还有一些事情。然后呢，这个时候在94年呢就发生了一些体制上的改革，因为当时国营厂呢是没有销售权的，到了94年，他们突然间政府说你们可以自主销售了，然后他就会把发给宝总的总代理权逐步的就收回来。像阿宝这样的人培养的2级代理、3级代理，他们就会跳开1级代理，然后瓜分整个市场的份额。那么作为1级代理的我呢，也会去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去开拓北方的市场，去王府井我也能卖到1万件。可问题是，之后我就没有更多的货再进来，然后在双重夹击下，一个是体制的改革，一个是外贸公司的业务员都纷纷自己开始做阿宝这样的一个私人老板的时候，就开始转型。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宝总为什么成为宝总，这个是足够传奇的。是的。所以呢，你想他在做这件事情，他要打通路，上海的通路，华联上下什么之类，还有他要去搞这些所有的营销，model，拍照，对，肯定都是先花很快，但是很亮丽的事情，但是永远到最后实力的那个是淘的，一个卖海鲜的怎么拿到金棕榈，是不是？因为宝总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是枪打出头鸟，他永远是不会做出头鸟，他就在那个跟林子禅是靠办时间。因为那个华联上下火爆之后，他就临时让他发货，然后那边的他说你要货，那我就发20辆卡车来，20万件，那我把周围所有能找的朋友的店啊、仓库啊、家啊都。这种真的挺好的。我看到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场戏，就是说他从上海做成功之后，江浙老板娘后来就10个人，大家坐下来烫个杯，就是这些。T 恤就出去了，是不是？再往北京坐在王府井，跟那些人又去搞定，这种都是会好看起，就是说很兴奋，就是说哇。对，当年的那个教材的，显得就这个。对，纸醉金迷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连环套的。哇，这个都已经有那么详细的。这个挺好看的，就那么多衣服，然后堆满了所有的各种地方，然后所有人都来帮忙卸货、装货。去年的写就成了36。30岁了吧谢老姐。哦。这好爽啊！看着。其实就是特别想有这种当年的那种，就是我觉得你能够回顾当年这些东西，就是想看当年那些今天你不可能发生的那些情况，哇，你就会觉得看到哇，就觉得被震撼了，对不对？对，很爽。对。对呀。真的好爽啊！不就是我，你想从淮海路到南京路，连环上下到新世界410到420，全部打通，这个画面多好看啊！这个。是那种有钱那个时候有钱的人，真的是就都是做这种生意开始的。然后去我二姨妈家，那时候我才几岁，初中，大概是90几年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套盒，那个套盒是刚出的迪奥的真我的香水，100毫升的和一个那个润肤乳。哇，你都觉得天哪，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好闻的味道吧？你在那个年纪，你都傻掉了。后来我记得用了半瓶之后，那个还能够以好几百块钱的价钱卖掉，你知道吗？简直镇住了。那个瓶子还能卖掉？我还剩半瓶，然后就会有人要。你也让出去了。就你想3个月1000万的传奇啊，就是说在91年这个事，所以你到92年，他为什么不是保守？就是他要经常这种挥金如土的那种豪气。但是我们要说得通嘛，就是这个是合法合规，对，又不是去走私盗卖。不是。而且是他
他给你点东西，他也知道将来是有用的。就像那天你们去采访黄河路，说他们其实把就是旁边的那些卖烟草的那些小店全部都打点好的，就是都要搞得定定的。然后当时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不是4个柜台吗？他让别的柜台的人都别做生意，过来帮他卖 T 恤，工资他来开，这整个楼面就被他给包掉了。就这个多好看啊！对啊。真的好看。那个时候是渠道为王，就是说我有渠道，我就得天下。所以呢，那个时候都要拼渠道的。所以阿宝是通过这个双兔，那个 T 恤，他是打通他的渠道，就是说。如果我跟华联做成这个生意之后，我在华联基本上是说了算，是不是？我下一个是做什么？所以我已经知道他怎么可以发财。他随便说一个，我们都有记忆的，就是说之后会火的东西，对吧？但是他一看到就是说，就是外国人进来，是不是？外国人我们又要转一下。我们前几集都在搞这个。双兔的生意，我觉得挺好看的，就已经很热闹了，还是很好看。然后到范总、毛总，范总衣服卖给他。那个华联商场的是哪个总啊？康总。康总。对。那个卖衣服的那个无锡的那个。范总。当时这个火烧四光面还有一个他们验真假的一个方式，就是拿打火机打完之后就烫那个样品，没事，然后那个对方就一下子知道，你跟梦特娇其实是做的东西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北京的时候没有是吧？有吗？北京的时候梦特娇什么？他不知道，太小了。那时候梦特娇很贵。对。所以到我们过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接的就是这个之后保总做什么？正常来说是做房地产的。是不是？他一定要追逐下一个产业是什么？那个是可以让他灭顶的。要他说出口，他是跟温州这边的去挂钩，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温州开始出很多什么打火机啊、皮鞋啊、服装啊，他都可以做这个。但这个是已经够我们前面他的起家是怎么来。那后面的戏呢？因为这个一定会比我们男男女女好看、刺激。所以呢，你就那些戏呢，就是会拖很后。好的。去年就是真的是现实里面的保总，复苏